大家好，我是老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中国很多所谓的科技创新，一开始特别热闹，但最后往往都收场于价格战。手机是这样，新能源车是这样，光伏是这样，就连共享单车、外卖平台也都经历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中国的创新最后都只能靠便宜来取胜吗？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背后那条循环。为什么中国式创新总是容易走向价格战？说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企业因为没有技术壁垒，做来做去都差不多，所以只能拼价格。这话听着没错，但他其实没说到点子上。如果只是技术问题，不至于每一次创新浪潮都走向同一个结局吧。在我看来，要理解为什么所有的创新企业最后都会走上价格战这条路，我们要从市场、资本、政策和企业文化这几个层面来剖析。接下来，我会从这四个维度向大家解释，为什么价格战是所有创新企业的归宿。先说市场，中国市场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大，十几亿人口，完整的产业链。按理说这是优势，对吧？可问题就在于，市场越大，复制的速度也越快。你看，任何一个新模式，只要有人跑出来，立马就会有人跟进。比如智能手机，最早是苹果开路，中国厂商几乎同时杀进来，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，一开始都打着各自的差异化旗号，什么性价比之王、拍照神器，充电5分钟，通话2小时，听起来挺热闹的。可到最后呢，系统功能被模仿，硬件配置被压榨到极致，大家差不多都能满足日常需求了。这时候，消费者的选择就变得特别简单，最后就是差不多能满足日常使用就行了，谁便宜就买谁。所以你看，本来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市场，却反过来成了价格战的温床。再说资本，大家应该还记得几年前互联网最疯狂的那几年吧？打车补贴、外卖红包、共享单车免押金，动不动就是几个亿。很多人觉得那是创新的黄金时代，其实不是，那只是资本在砸钱抢用户。资本的逻辑很简单，先把规模做大，再说怎么赚钱。与此同时，消费者也被养刁了，觉得不便宜就不香。结果呢，补贴退下去以后，行业根本回不到正常状态。共享单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一开始街头遍地开花，最后却是一地鸡毛。打车、社区团购，其实也是同样的路子。所以你看，资本的短期冲动和创新的长期积累，本来就是冲突的。资本推着你往前跑，但跑着跑着，路只剩下一条，拼价格。接下来说政策，中国在推动产业的时候，特别喜欢用一种方式，叫赛马机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政府定好方向，给出补贴，然后鼓励大家一拥而上，谁跑得快，谁就能留下。新能源车是这样，动力电池是这样，光伏产业也是这样。短期看，这种方式确实能带来技术的集中爆发，大家都拼命卷研发、卷生产。可问题是，这种方式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副作用，那就是产能过剩。你想啊，大家都在扩产，需求又没那么快跟上，一旦产能过剩，大批产品就会积压库存，最后怎么办？只能靠降价来抢市场。光伏板块几个月之内价格腰斩，就是最直观的例子。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战其实也是同一个逻辑。最后咱们再说企业文化，中国企业大多是从制造业起家的，骨子里就带着一个基因，薄利多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先把量做大，再想办法活下去，利润总是被放在最后。
哪怕转型去做所谓的科技创新，这种习惯还是改不掉。很多企业没有耐心去打造真正的技术壁垒，也不愿意花时间去慢慢培养品牌溢价。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先把产品推向市场，用低价把局面打开，而消费者这边其实也在配合。中国消费者普遍对价格非常敏感，能便宜一点就便宜一点，大家愿意为低价买单，却很少愿意长期为品牌多掏钱。所以你看，当创新一旦扩散开来，在企业追求规模的惯性和消费者追求便宜的心态共同作用下，最后必然会走到价格战这一步。小结一下，以上这4个原因就为我们勾出了这一条逻辑链条，从最开始的创新出现到市场批量复制，然后是资本生产扩张，与此同时政策也鼓励扩产，接下来就是企业追求规模导致生产过剩，最后就是恶性竞争的到来，价格战正式开始了。所以说，这不是哪一家企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链条推着你往那条路走，这也是中国式内卷的根源所在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最典型的案例。先说手机行业，当年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，中国厂商几乎是齐刷刷的冲进来，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 各种差异化的口号层出不穷。可没过几年，系统功能被模仿，硬件配置被拉满，大家都差不多，最后市场只剩下一句话：能用就行，便宜就好。于是价格战成了主旋律。再看新能源汽车，本来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，销量也确实蹭蹭往上涨，但企业一多，产能迅速过剩，价格战也随之打响。你能看到，有的车企为了抢市场，几个月里连续几波降价，消费者当然乐意，可企业的利润却被压得越来越薄。最后是光伏产业，几年前还是风口行业，资本政策都在推，结果大家一拥而上扩产，短短几个月，市场供过于求，组件价格直接腰斩，很多企业只能靠不断降价来清库存，行业的利润空间几乎被挤没了。这3个例子其实都走了一条相同的路径，一开始风光无限，最后却陷入价格战。在节目最后，我们来讨论，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没办法改变了呢？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创新企业如果想要跳出这条价格战的循环，需要做到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建立真正的技术壁垒。只有你掌握了别人模仿不了的核心东西，才能不被轻易卷进价格竞争。第二，学会慢，把创新当成一场长跑，而不是短跑。可惜在现实中，这2点都很难。第三，政府对于创新企业，不要过分扶持某一些公司，别动不动就什么国家战略，让市场发挥它本来的作用。当然，要做到以上这几点，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，依旧是难如登天。目前的现状是，依然会有人义无反顾地冲进去，因为在短期的压力下，这几乎是唯一的活法。于是，企业就继续困在规模、资本、政策和消费者习惯交织的陷阱里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想要跳出价格战，需要的不只是企业的努力，而是整个制度和市场逻辑的改变。否则，下一个行业的故事，就算再热闹的开场，最后也难逃同样的收场。对此，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？中国企业有没有可能跳出价格战？靠什么才能真正改变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这里是老严看世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